涂白色甲油胶稍微量多一点点，轻轻的刷就会好很多。然后涂好白色甲油胶之后，大家记得，因为现在第4个图片我就不用白色打点，我都打好底准备画，我把这个先放到一边。大家拿一个方形甲片，这个背景色大家去找一个这个颜色背景色去打一个底啊，去打一个底，一定切记背景色不要和衣服的颜色是一样的，背景色不要和衣服颜色是一样的，一定要稍微有点区别。衣服颜色会稍微的亮一点点，然后背景色让它偏灰调一点点，好吧？找一个背景色，大家去打一个底。我喜欢第4个，真棒。你看这个背景色面积比较大，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正方形哈，在正方形的情况下，哎，这样咱就留多少画多少，好不好？上面一定留白，头顶不要顶出去，头顶不要顶出去，咱们就正常把这个人物的细节给刻画出来，细节刻画出来。这个相对来说很简单，头发不需要大家去分成几组去画，所以说一般画的话会错不了啊。好了，来这个笔呢，准备了一支，我用的是这支极光的这个短拉线笔，然后这上面取点底胶去润一下笔，放到上面，因为会一直用笔用一段时间，尤其比较粘稠的胶会发干，所以说用底胶润笔再去操作那个胶彩绘胶就不会特别干了啊。一支笔我们先解决掉这个基本的问题。来，甲片像这种甲托可能贴起来底下是有点厚的，你们可以这样倾斜去贴，但是这个底下的双面胶一定粘性要大，粘性不够大的时候它就容易掉，容易松动，这样倾斜着去贴，前后都去贴住，这样它就会好很多了，好不好？没有找到合适的颜色，找到一个蓝色，大家尽量去找它的对应色，找好之后如果没有对应颜色的话，我们自己去调，好吧？这个时候自己去调，然后这个背景色尽量偏灰调一点点，先给大家看看我这个爱上老师的声音的，我这个大早上起来刚睡起来这2小时是略微粗糙。来看这个颜色啊，但是因为没有对应的颜色，看这有点看不清楚。其实放大去找颜色啊，这个背景色大家能不能看出来是有这个反光反的，是不是有一点点偏紫调？但是这是一个蓝色，所以说蓝色要变成偏紫调一点的话，我们里面应该加什么色？应该去加什么色？调一下看看，省得大家都没有胶的话就不知道该咋做，是不是？一般蓝色调的大家讲胶会比较多啊，就是调一个雾霾蓝，然后这里面你看实际上有点接近了一个雾霾蓝，然后里面有一点点紫调，我们只需要加一丢丢的小红色就可以了啊。我直接用这个红吧，用甲胶的这个红。这个红是有点亮的，大家先少来一点点试试。如果说不行的话，我们再往里去加一点点的黑，啊。一点一点的加，不要加多了，一旦加多了就回不去了。哎，好像是这个可没问题啊，这一点点就够。就是有时候调色不一定就是为了这个去涂整甲的颜色，是真正彩绘里面会运用得到的啊，会运用得到的。现在这样放大去看，哎，这个背景有点反光，你们拿到我发给大家图片了，你们去看一下啊，去看一下。然后稍微加一点点的白背景色，就是大家画这种卡通人物，千万不要做的整体色调偏暗，就是明度不要太暗，本身它的颜色在屏幕的显现色跟指甲上颜色会稍微有点区别，所以说在做这种的时候，我们适当的把所有的颜色提亮一点点，提亮那么一点点就好，好不好？然后现在大家准备开始调色了啊，一点点的白加进去，它的颜色你看，哎，你看就看起来有点灰调的感觉，就好看的多了。别浪费，拔掉。好了，这个就是我想要的颜色。好了，调好这个颜色之后，看一下头这个整体它会用到哪些色。在这个图片里面，如果说因为说实话，本来今天想画宫崎骏，因为我上大学学的就是动漫，学3维人物、2维人物，去用电脑绘制嘛。像这个电脑上的这些颜色，说实话，这不是一个黑。注意啊，头发颜色大家在去配色的时候，一定不要选择黑，选择一个灰调的啊，深灰调。然后因为背景色是偏蓝，所以说这些它的这个头发以及纹路的勾边都是用的墨蓝色，就是偏黑一点点的蓝调，不要用黑调，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分析好每个图片的颜色啊，就区别。然后有的如果说感觉确实接近黑了，那么咱就用黑色。如果说你看我怕自己选不对颜色，没有这个墨蓝我还得调，那就直接用黑，这个背景用灰，头发用灰色，千万不要选黑色直接涂色啊。还有你看看它的肤色是偏红调的，对不对？那天咱是不是调过了？那这个时候咱又要去用到咱们的这个彩绘胶去调色，彩绘胶颜色一般来说就比较少，咱们一块去调啊。多亮的白，
这个在画卡通人物真正需要大量色的时候，就不要像平常一样用一点点。你像头发和面部颜色属于面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就多用一点色。因为如果2次调色，这次不够，我再调一次颜色，一旦比例不够，颜色会出现色差，好吧？所以说宁愿掉浪费掉，咱也不要去那个用的太少，用的太少。这个位置上有点红，加进去，一点点加，先在旁边加。别忘了，肤色是一定要有黄色掉进去的。在旁边一点点往里加啊，一点一点的加，千万别加多。你们发现，只要早上开直播课，声音都会略显沧桑。我自己这个嗓子这么不带劲儿，哎。不要被这些深色区影响。深色区它是一些腮红，就是咱们化完妆之后打完底上面上的腮红，看到没有？腮红的颜色，我们要看的是中间部分，中间部分没有这个红色的地方。大家打开你们的图片去看一下啊，应该大家手机都可以开2个屏幕吧，就是把这个最小化去看那个，然后先去调色，大家都调一下，调完色之后大家再回来我们一块儿去画，好不好？如果有2个手机的话最好了啊，有最好了。这个肤调是有一点点，还得再红一丢丢。一点一点的加，别加多，感觉不够再来。但是一旦加多了，你又得再往里加这个白色，也是浪费。可以啊，基本上问题不大。好了，再把这个肤色调好，还有头发的一个灰调啊，头发的灰色，灰色呢就是拿黑色和白色去调嘛，对不对？不就黑色和白色，这个比较简单，灰色是最简单的。另外它身子的颜色，所有的颜色咱都给它准备好，待会儿画的话就节省一下时间，好不好？这一套彩绘胶都快用光了，拿这个吧。不要摊的太大啊，一张纸摊那么大，这有时候也用不上，好不好？然后白色少一点点的白去调，不要调多了，就是这个声音。之前的课没有跟上还会直播吗？之前课没有跟上没关系，有回放呀。之前的课程有回放的。就是你点开咱们课程有一个第16期的直播课，那个课程就是咱们直播课整个直播课的回放，可以看的，再重复去看就好，一遍看不好看2遍，觉得速度我讲的太慢，那就开倍速去学。好了，这样就一样了啊。白色加黑色，多量的黑加少量的白，一点点往里加，不要一次性，你取多少加多少。那感觉取多了放到旁边，少量先加，觉得可以了就可以了，不够你再去取胶，好不好？我在这里面稍微加上了一点点的这个调调啊，色系统一一点。如果大家有派的或者会画画的同学知道，拿 ProGrad 或者拿这个绘画软件有一个吸色工具，直接一吸色就吸出对应色，所以说咱们手绘的话就会稍微繁琐一点点。这是为什么做手绘一个手指价格在200以上？你说总给他画一个手指，你收上50块钱，光这些胶也不够浪费了，是不是？所以说咱得根据情况来收价格啊。好了，头发的颜色出来了，身子的颜色待会儿用这个颜色里面再去提亮一点，加点蓝提亮一下就好，然后像这个蓝其实有点偏紫调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些高光的部分，待会儿咱们去说，先去加，就是如果有深色和浅色的话，你们先以这个像脸部的啊阴影部分呢，就先以这个浅色为主，往上加重，加腮红啊，加阴影。但是衣服上有浅色的话，那就先以深色特别深的这个颜色打底，找好这个颜色，然后再往上去加这种浅色啊，再加浅色，好不好？然后它的衣服颜色是有点偏绿调的白，那就拿白色和黄色，再加上白色加黄，再加一点点棕就好，好吧？它的衣服一丢丢的棕，来看啊，我就单独的去做出来，单独调出来，大家看白色。其实用不多，就这点吧，白色再加上一点点的黄调。看它这个颜色是有一个鹅黄色的，但是没有这么亮，对不对？没有这么亮，所以大家可以加进去一点点的棕，或者说是
这个墨绿色都行啊，你们有什么颜色用加上一点就好，一丢丢的棕，一点一点的。你看，就加这么一点点，也没加多，先放到旁边，先试试，以防万一又多了。主要毕竟还是白色这种奶杏色为主。出来了啊！你看，加一点点棕色，它的整个颜色色调就下去了。好了，这个所有的配色方法以及颜色搭配方法我也放到了这儿，就是这个图片，看到没有？稍微往放大一点点，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偏暗的话。待会儿再说啊，待会儿再说。背景色的这个绿色，待会儿绿色的话单独去加就好了。像这种的话，直接就是涂色做的，咱们在指甲上画的话，可以表现不用这么的细节化。绿色是你们基本的红黄蓝，我也不知道你们有哪个绿。如果说是我这个绿的话，肯定是有一点点。像这样，如果大家跟我用的一样的彩绘胶，咱们家这彩绘胶的绿是一个孔雀绿，它是偏清调的，偏清调一点。那么想要它让它变暖调一点的话，就往里面加黄，直接加黄色。你看，它就开始变暖色调了，是不是一个草绿色？草绿色加完，感觉哎呀，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太鲜艳，那么咱就加点白色进去。黄色不够啊，还是太轻，太轻代表黄色还是不够，那就再来黄。好吧，这种胶能省就省，不要用这么多的胶，咱能省就省。少来一丢丢的黑调，就是你们有这个绿色的话，直接用就好。好玩的调色，出来了啊，看是不是越来越嫩了？这个色还亮。OK， 调好了，葱花绿，对，葱花绿。天啦，基本的颜色都调好了，嘴巴最后再说，就是个橘黄色，最后再说就是这个花的颜色，最后去说啊。咱先把主要的色调都搭配好，搭配好了，按照我们使用量的多少去按照比例去区分。衣服、头发、背景色用的多，那就咱背景色多调点；肤色用的多就多调点。像这种绿色用的少，咱们就少量一点点。你看这个，看到没有？就少量一点点就好了。所以说，根据颜色占比多少去调色，不要一次性都取太多了，好吗？来，拿棉片把这个擦掉。这是一个做取雕花胶呀，做塑形或者是搅拌棒都能用啊，都能用。像这种东西怎么擦也擦不坏。好了，放在旁边。都调好了吗？同学跟得上吧？都调好了，跟我说一下，咱就开始了啊。调好了跟我说，咱就开始了。一会儿这个腮红是用一个透色系甲油胶，就你们准备一个透色系，像这种看透色系的胶直接铺上去做渐变就可以，所以那个就比较简单了，咱就不用去调胶了，好吗？都可以吧？先调好胶之后，咱们开始去画啊。来，画画的第一步是做什么来着？还记得吗？我们因为背景色比较多，占比比较大的情况下，整甲先去涂颜色，整甲先去涂色，然后用光疗笔配合咱们的这个刚刚调好的这个胶。棉片放这儿。里面有个亮片片，底胶润笔。如果有对应颜色的甲油胶，直接涂色啊，就每个人用到的胶不一样，好不好？因为它的肤色脸不是很白，所以说待会儿是可以盖住的。那如果说你画的这个人物要凸显的面积大一点，那么这个背景色待会儿再加，一会儿再加。如果说这个肤色比较稍微深那么一点点，但是可以把背景色盖住的话，咱就直接涂上背景，要不然一会儿单独再去勾线再去填色会麻烦一点。这个看个人习惯啊，没有硬性要求。大家有做穿戴甲的同学，竖着刷，感觉刷着刷着怎么后缘有点堆胶呢？怎么也刷不匀？大家可以把甲片转过来去刷。就是做穿戴甲没有说必须正着刷的要求，但如果说做顾客的话，咱练习就只能一个方向去刷，对不对？
所有的图形大家觉得难的，就是等于有同学说老师我觉得好难呀，我没法下手，先稍等，没法下手，就是你们越不敢画就越画不好，画一次肯定画不好。就是不好，不用想，你们第一次画肯定是画不好的。但是如果说大家勤加练习，一次画不好来2次，而且同一个图案，你第2次画一定比第1次画的又要快，然后又要好，细节要把控的要好，因为有经验了，你知道这里该用什么色，该怎么去加啊，该怎么去加。所以说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说，因为一次画不好，我看我不适合这个，我会放弃的，坚持下来，好不好？啊，这个背景色照灯60秒钟。60秒给它完全照干，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给它进行干什么？勾边，去给它勾边啊！我们要去上色了。我们先去把人物的这个整体框架给它勾出来，勾出来它的一个大体位置。然后因为面部有浅色，所以我呢直接就用这个肤色去勾线、勾框啊，勾它的线框。然后一会儿因为肤色能被黑色盖住，而且面部也不会因为这个勾线条影响到太多。来看一下，像这个图形我们在画的时候，如果说你上面想写字儿，那你就多留一点。那我呢是建议大家先这样，把它放大去看，头顶留这么一点点的蓝调，底下露半边身子就可以，看到没有？这样去看。然后大家来看这个图。看这个图案，我们如果说想要画出一个正方形，哎，先定出它头顶的一个位置，现在是它发际线的一个位置，在这儿，是不是？然后如果说这么大的图片，我一分为二，因为我有点清晰，这样看有点看不清楚。好，画一半，你们定好这个线，定好它的一个什么基准线，来中间。按照人物去画啊，因为这个长，大家知道怎么去定这个线就好了。头顶的位置，然后在定好中间这个基准线之后，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头顶到这个地方，你看，再想想昨天画过的头发有厚度，是不是？头发有厚度，头顶到下巴，先不是说上来就让大家定啊，是让大家先去看怎么去比例去分。头顶到下巴就是整个甲面上面到下面，我们先去定出1/2的位置，1/2往上。再去分一半，这可能接近于发际线的位置，啊。来看，先去找好中间点，偏右一点点，因为头是歪的嘛。然后头顶的位置稍微留着一点距离。下巴呢，你看头发到这儿和这个到这儿是不是差的比较大？那么我如果说把头顶到中间点的一分为二，你看是不是？1分为2的情况下，是不是上下比例就一样了？所以说咱们在头顶的位置和中间这条线，我们去1分为2。然后去看这个比例下来，下面的这个位置，好了，那这个下巴的位置咱不就定好了吗？对不对？下巴的位置就定好了，这是它头发的位置，然后下巴的位置，这样整个脸的长短就固定好在甲面上位置，我们就不会发生偏差了啊，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脸的宽度，也就是说这个宽度我们把它横过来，横到这边去，是不是这一块跟这一块的距离是差不多的？你看我把这儿描过来的话，它正好是一个正方形，那说明哎，从中间点下来过来之后，这一块的宽度和这一块的宽度一样，那么它头发的边缘的地方就接近在这儿。右边也是一样，它脸的宽度大概在这儿，头发。所以就这么先去点定位，定好位置之后，来我们按照它头部的一个球形，它头部是一个球体啊，我们从发际线就是它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它的下巴。你们去想象着，咱去给它做一个弧线的连接，它是一条弧线，是这么来的。比如说，我们定好中间这条横线，再定好发际线高度和这个位置之后，我们给它走一个，这样呢，你就想象底下有一个球，这有一滴水，它顺着球往下流，它得流到什么位置去？是不是？它得流到什么位置去？这样呢，基本上，哎，再怎么画人物的这个角度也会好一点。应该在这里大家会有一点懵啊，会有一点点的懵。怎么去教大家去画呢？我想想啊，怎么教会你们？其实很多同学是懂的。中间点偏右下一点点，在这儿去定出它的这个头发发旋的地方，然后我们往下走球形，走到球形之后，然后到鼻子到下面，我们一块顺下去，往下去走球形，然后一点点的头发顺下去，然后眼睛的位置来，眼睛正好在中间点，中心点的上下位置。你看中心点，我们刚刚不是1分为2嘛，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一条往这边走的弧线，按一下，往这边走的弧线，或者说弧线你画不好，你画直线也行。
画一条直线，让它呈现一个这种斜向交叉的这种感觉。那么整个面部的角度，咱要掌握好啊，现在就掌握好了，好吧？看看是不是斜向的一个面部，然后在这个面部上基础上啊，咱去给它定出眼睛的一个位置，在交叉点往这儿，这是一个眼睛，小一点、圆一点小眼睛，然后往这边是一个大眼睛。昨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画那些眼睛啊，然后不是给大家做了一些很多图片吗？是不是？看，先大概描一下啊，先大概描一下，不需要画的非常准确。然后鼻子是从这一条中间线过来，这个先不用画。然后嘴巴一直到下巴，这个时候眉毛，对不对？然后眉毛到头顶的距离，这一块距离跟你这儿到鼻底的距离，从鼻底到下巴的距离是一致的。然后咱们去按照图片的形状，大家可以勾画出它的一个面部轮廓。注意额头是圆的啊，是圆的，不要画成直的。额头是圆的，就是画这边的时候，我们给它描过来啊，到眼睛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往下，你看圆过来，过来之后，慢慢的往里有这么一个小凹陷，把腮给它略微突出一点。看这儿，也就是说额头是这么过来的，然后到旁边稍微有点凹陷，到它的小腮又突出去，所以说整个图案会显得更加可爱一点点。你看出来吧？那这边凹过来，稍微有一点点往里的凹陷，不要凹的太大啊，不要弧线拐的太大。然后到这之后，再有一个突出去的小腮，慢慢的给它勾过去。对，然后这边的眼睛、耳朵还记得在哪吗？耳朵跟你眉毛的一个位置，头上面是在这儿，下面是跟你鼻底的一个位置，大概在这个位置。好了，定好耳朵的地方，然后咱去给它把下面的线条，注意下颚线不要说直接斜过去啊，稍微给它做出一个下颚线，然后往这边去画弧线，能看见吗？这么去看你们就能看明白啊。往下去画弧线，然后往这边拐一下下，拐过来。这边稍做一个连接，面部的轮廓有了吧？是不是面部的轮廓就有了？然后头发的厚度啊，大家有时候不要忘了增加上头发的一个厚度。这边是留着的，身子其实只有一部分，所以说我们在画卡通人物，更凸显的是整个头部和脸部的一个位置，好吗？头部和脸部的一个位置。好了，那基本的这个面部轮廓定好，然后咱们把头发的位置，头顶发际线，这开始，发际线往下去走，也是顺着一个球形去画头发啊。头发你可以分成几片，你看像头发，现在的这个头发呢，我们分成几组，第一组在这儿，这个位置是一组，画过来，然后这边可以分成2组，或者说当成1组也可以，这个地方1组。这边再来1组，看到没有？你先不要去单独把头发给一缕一缕的去画，你就先分大块，先分好大块之后，待会儿咱们再单独去加。这是一共1、2、3、4，或者3块或者4块啊，分成4部分。然后头发的一个厚度，咱可以稍微加一下，这可能画的得稍微往上来点了啊。头发下巴大概在这儿，适当做调整。好了，先去以这种基准型，就是正方形呀、长方形呀，先给它勾出它的形态来。然后待会儿再去细细刻画下巴，从哪里去做连接？下巴，脖子啊，这是脖子。好了，整个脸就上去了。有点是把整个指甲画满，不要画的缩小了啊，不要画缩小了。然后大家也可以把整体的这个东西再去精细化。然后第一步基本的定线，你的位置咱至少不会跑偏，待会儿咱去细细刻画。
这是第一步，小战斗。那是吗？你这么亏你。小雏菊笔拿出来，准备填上面部的颜色。但凡经常昨天前天有跟着练的同学，一定画的会比较快，一定画的比较快。然后这还在给大家讲，不讲的话自己我这是角度有点倾斜啊，你们画的时候平着去看图，不要歪着看图，歪着看图它是有那个透视的，有可能会导致你们上色呀什么，就是这个比例掌握不好，容易比例掌握不好。哎，这个时候咱去把面部给它填上颜色，就是分色块填色了，分色块填色，这个是已经照过灯之后的，照过灯之后不会有什么这个被抹掉的那种现象啊。整个面部填色。头发的位置不用填，就把面部能留多少，能露多少咱就填多少就行。比你想露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发际线这个头顶这个位置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不能盖不住。需求量大家适当多一点啊，刷的时候轻一点平一点，还记得咱们涂色吗？甭管是画啥，只要觉得颜色不干净有刷痕，轻刷平刷。我这个把脸应该是放大了，已经就是放大化了。面部还有脖子，有一点点凸起没事啊，同学们，稍微有一点点没事，别忘了咱一层加护胶就给它解决掉了，好不好？好的，这个地方画好之后照灯，画好之后照灯，整个面部这就有了。然后我们开始先去把面部画好，再去加其他，或者说先去铺好大色块，再加眼睛也可以，好不好？笔擦画颜色，然后接下来用什么颜色呢？就用你调好的这个灰调，灰调不行的话，可以用这个浅浅的这个背景色的颜色，线条一定要细啊，线条一定要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把整个面部的这个轮廓给它勾画清楚。当然了，如果说同学们你们在做的时候发现自己涂的这个面部颜色不均匀，可以叠加2层的，好吧？可以叠加2层的。然后来找出中间点，刚刚能看到背景一丢丢的地方，如果看不到没关系，可以再从这儿轻轻的你去画一条试试，到下巴有这么一条弧线，然后按照咱们昨天学过的人物面部比例的问题，比如说眼睛啊、鼻子，就是眉毛、耳朵的顶端，这不是眉毛在这儿吗？对不对？可以先简单去描一下下，描淡淡的小细线条，千万别描粗了，因为粗了咱就回不去了，但是细了还可以去调整。然后眼睛的位置，然后这边的眼睛会适当的大一点点，眼睛还记得吗？内眼角是空开的，内眼角是空开的，要把外眼角这些地方都给封上。注意看它的整个眼睛是趋向于什么形状啊？是不是一个扇形？记得吗？上面眼睛一个弧，下面是往里面去拐的一个扇形眼睛啊，是一个扇形眼睛。所以说咱画的时候勾线，看。别忘了内眼角往下，外眼角往上，因为而且它这个角度是有点倾斜的。然后它眼睛的宽度跟你耳朵的宽度再去做参照，耳朵定好了之后，你看它横过来，也就是在耳朵中间的一半，对吧？耳朵的一半宽度，所以说你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定眼睛的大小，来找好参照，哎，它有一半这么大，那我就得往这儿去画，就得往这儿去走了。先画上一个淡淡的细线，哎，你看看协调不协调？别画完之后这个不协调，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的。看一下，看有点看不清是不是？这个面部，看很细的线条，是不是？
特别的细。然后眉毛、眼睛位置咱定好，这个时候可以去给它加深它的这个颜色了啊，加深颜色。比如说我们先把用黑色，用灰色吧，用灰色开始去刻画它整个这个眉毛啊，眉毛、眼睛一个角度，然后眼睛画，先画出眼睛来。我耳朵忘了给它填肤色了。我说这块咱咋这么空？一切都以细线先为主。底下稍微平一点，长眼睛，然后内部眼球偏后。眉毛，眉毛跟眼睛的这个间距是不是跟眼睛的宽度差不多？跟眼睛整个宽度差不多，你就知道要留多少往上去画这个眉毛了。以及在画的时候，眉毛的粗细呀，是不是跟它的眼线粗度差不多？就是千万注意多去找参照啊，多去找参照。待会儿这个眉毛其实应该画在之后，我们先去定一下，好吧？先定一下，然后这个弧度也是。基本的面部、眼睛位置就有了，然后鼻子就顺着这边的眉毛给它往下去勾一下，顺着这边往下走。阴影，待会儿鼻孔、嘴巴，然后被挡住啊，所以嘴巴无所谓，嘴巴无所谓，然后加好。那层量基本上就要这个眼睛基本上这就差不多，然后我们把这个双眼皮这些给它加上。然后基本上一层能画完，咱就不用画两层啊。能在一层上画好就画好。但如果说大家在画的途中，我怕我画错，我怕我画着画着发现这个不对了，那怎么办？比如说画眉毛、画睫毛，我怕我画猫了。结果越画越不对，那就把它给那个，咱们就先去照灯，照完灯之后再去添加这些细节性的东西。注意睫毛啊，睫毛它是向四周扩散的，千万不要刷直线。你看内眼角是往这边走弧线的，中间可以竖着往上，然后往外眼角是这样有一个弧度，都是往四周去开的，有个弧度的啊。顺着眼球的生长方向去找。用长拉线笔大家很容易画歪，所以说我会推荐大家用短拉线笔去操作。眼球的颜色呢？眼球颜色待会儿咱们加，甚至这个叫什么来着？眼线的颜色有可能待会儿咱们还要再去加重，看情况啊。如果这次感觉没问题，那就直接这样了。注意控笔，这个时候对我们控笔力度要求比较大。好啦，完成。先照灯啊，先照灯。我得先把耳朵涂上颜色，耳朵没有涂颜色，它就看起来它掌握不好比例。你看这个都不用擦，找好比例之后，再练好每一个眼睛啊、鼻子。我知道，你看鼻子一般来说，女性就是凹陷处就相对有阴影嘛，所以这里才会颜色重。鼻底因为有阴影，鼻子要翘，所以说鼻底才会有阴影，所以才需要画线条。一般来说，有线条的地方一定是有阴影的地方，好吗？来这儿耳朵，只要一层上画，你看两层叠加，就很容易出现胶的堆叠处。擦干净笔把这儿。过渡一下，好了，面部有了啊，稍等。
好了，它的眼睛颜色，大家来看是一个什么色呢？是一个偏紫调的颜色，就可以用咱们的背景色去做。背景色的基础上，我们待会儿还要再去用这个稍微偏白一点点的颜色去加一点就好。你可以先用咱们刚刚调好的这个，然后稍微我去点白，这不有点白吗？拿点白跟这个边缘去调一调，调的稍微比这个颜色浅那么一点点，亮度要高那么一点点。也就站这儿，去把眼睛内部的这个颜色给它填上去。注意眼神的角度啊，注意眼神的角度，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你别画着画成分眼啊，或者成豆眼。这个画好之后先照正。你看这个，咱估计用不了半小时就把它画完了。这个，不能说大话，不能说大话。好的，去照上10秒、20秒钟之后，我们再去叠加它的深色部分，拿黑色再和你刚刚的这个蓝色去调，拿黑色再和刚刚的这个蓝色去调，调出来的颜色它就会偏向于一个暗调的这个色，偏暗调一点点，所以说就可以作为眼睛上面的一个阴影部分去叠加。下面不是浅一点吗？对不对？加了白浅一点，上面咱就稍微深一点点。这样色系又对，然后颜色又可以直接做阴影，会方便一点。你看眼睛层次接着就有了啊，接着就有了。然后最后咱们是直接拿白色往中间一点就行。然后你看它眼睛其实有很多个颜色，一会儿我们再说。先把最主要的这个，我先请照几秒钟，请照几秒钟，然后白色，白的彩绘胶都用彩绘胶。你看昨天画那个什么，唯一的那个问题点就在哪儿？就在给大家画画的时候用的彩油胶去涂色，所以边缘开始发虚，就过一会儿它自己会往中间聚拢，边缘会出现透明的状态，所以说出来的那个效果就差强人意。然后大家记得画这种东西最好都用彩绘胶去画。眼睛是不是出来了？眼睛就有了，然后咱再去一点点加上他的头发，最难画的眼睛画完了，剩下的就好说了啊，剩下的就好说了。待会儿整体眼睛可能还需要再去加重，但是也可能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然后还再加上它的阴影部分，它整个层次会更好一点点，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先大胆去画就好，好不好？能画成什么样画什么样。你看，这还没有去描黑边，眼球中间还没有去描黑边，所以稍微有一点点不太清楚。照灯之后，来我们开始去给它勾一下线条，画上头发的颜色，勾一下面部线条之后，再去画头发的颜色，或者说接着吧，直接教大家把这个面部的一些阴影做完。面部的阴影做完，咱就把这个事儿就过了，就省事儿了。好，现在开始把一些细节给它加重一下。耳朵是一个问号啊，记得吗？耳朵大家可以去画出一个小问号出来。我可能得稍微倾斜一点，要不然我看不见。
上色。可以修饰脸型啊，脸型不对的修饰脸型。没有错，因为待会儿头发的颜色会把面部给盖住一部分，所以说先去修饰一下是没有问题的。电路老师在说话。眼睛慢慢画，眼睛慢慢画，把它加重眼，就是怎么样让眼睛有神呢？就是一定是把它的眼线给它做重一点。双眼皮，睫毛，然后就把刚刚画的那个眼睛再描一下啊，就是再去给它描一下，好吧？然后还有就是它眼白的颜色咱没有给它突出，待会儿给它稍微再单独添一点就可。最好是先把眼白颜色加上再画。然后咱们拿那个什么做一个小界面就行。戴个眼镜又看不见。就你们是面对面的话，我现在是在后面倾斜的去画的，所以说你们按照自己的那个手法角度去整，不要让大家看清楚一点。这些睫毛是怎么顺出来的，就从它的那个眼睫板上往外去整，不要直接画直线。画一个漫画款睫毛。好了，先找个灯。浅照一下，只要不虚焦就行。肤色再加一点点白进去，再加一点点底胶。就是想要做出一些界面效果的时候，又不想颜色很重，就可以把它调成一个半透状。半透状是添加颜色就好，它颜色又不重，然后我们又好去做渐变，又没有刷痕啊。比如说它白色瞳孔，我们后期遗漏了，那会单独把这个白色瞳孔，就是白眼球的地方加一下，你看是不是？接着就有了。它还没有那么夸张啊，就是拿颜色和透色胶去调。你看咱们在这学的话，还是有点好处的，能学到点这个。是不是眼睛的白色眼球就出来了？白色眼球就出来了。然后来这边，别添多了啊，添多了把黑色盖出去。
咱就白弄了。这个应该是该刚才做，因为我给忘了，我给忘了。这边留一点点。好了，现在眼睛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是大家在画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啊？你们可能跟我的这个步骤是没办法同步的，所以说大家在画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一下，好不好？也得问一下。稍等。眼睛这些也可以用透色去做啊，比如说你做完之后发现颜色整体有点偏暗了，想让它提亮，除了白色的高光，就白色的这个，其实不代表它瞳孔，而代表眼睛看灯或者看什么反射出来的高光，所以它是一个椭圆，就用它来做。然后边缘的地方可以适当的再提白一点就好了，好吧？好了，来，这是整个面部基本上就画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把它的头发以及身体的细节给它刻画一下，先把颜色铺上去，感觉哪里好画可以先画哪里，哪里不好画可以后画。比如说我们可以脖子这儿之后。来，我就直接身子从脸这儿开始拐弯往下走，从脸这儿开始拐弯往下走。注意脖子长度啊，宝子们，这个你们也容易忽略掉这个问题，就是脖子它的一个长度，有的同学容易把脖子画长或者画短，所以说你看看脖子跟眼睛的宽度，或者说脖子跟其他什么的宽度比例哪里是一样的，哪里是差不多的，对不对？那样去画会好一些，就是千万别画着，哎，脖子怎么这么短？那往这儿照灯再去加蓝色，防止两个颜色边缘混色，一个颜色去加，照灯30秒左右就行。但如果你涂的比较厚的话，要照灯60秒，好吧？衣服的颜色咱就去还是用这个颜色去堆叠就好。但这个颜色吧，得适当的变得蓝调一丢丢，再偏蓝调或者再亮一点，可以再加点红色进去，红色偏这个调，再加点白色。说啥？来看这儿，颜色加上，是不是看起来不清楚？如果你把这条线一挡，可能也不清楚啊，很正常。待会儿画一条黑线，给它一刻画就好了，画一条黑线刻画一下就好。边缘给它做干净，就是纹路的线条，你可以做的就是有稍微宽窄，不太一致，但是前提一定是记得边缘线必须得干净。必须得干净啊，不能说有的多有的少啊，完这边这个毛刺刺的那不行。那虽然说有的是可以拿这个叫什么来着，拿咱们黑线勾框的时候把它给盖住，但是最好还是能省就省下这一步这些啊。盖一下，因为一会儿可能会不在这儿。先调灯。这完灯，黑色头发，我们最关键的头发要来了，然后分成几组，还记得吗？咱先把整个后面以及这周周边边，先把这些所有翘边的地方咱给它抹掉，只画就是颜色都是比较实的地方，先把有尖的地方都给它抹掉啊。来，灰色头发，画头发的时候，前面头旋的位置在哪儿？大概
就沿着你这个咱们肤色的边缘先去涂色，先不用管太多，你先这样涂，然后下面的头发丝待会儿再去加，然后旁边的话，你看就卡着这个黑色边边，我们先去填色。到底下的话，这边是在下巴往下来一点，这块整个是干净的，下面是有尖儿的，但是咱就先画到下巴这个附近。填色，填色，填色。这个课程看起来好像很枯燥，但是就在这途中，大家就学会能画一个的话，再画其他，你们就至少知道我这里该怎么画，该怎么去找参考。然后手部结合昨天的一些比例，哦，原来比例是这么用的，不是说咱只是一些空头的那个理论啊，一定是会应用到指甲里面去。因为这边被挡住了大部分，所以头发的这种弧度我们就可以暂时忽略掉，可以暂时忽略掉。内部这一块的头发跟这边颜色实际上是一致。你看一画起来，大家都咋都这么安静？现在直播间有人在吗？啊？哦，那就行。那咋都这么安静，搞得我自己在这画的很无聊。虽然画这个就是比较磨性子的一件事情，慢慢来不着急，但是没有人陪伴，总会觉得差点事儿。头发啊，这边勾下来，耳朵这边因为是10边，所以我们先给它勾过去。头顶可能画不出来了，那咱就给它抹过去，也不能因为看不到头顶，咱就故意把头顶的头发给压扁，就是能露多少画多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画这个的时候，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定好的比例，面部什么都可好了，结果突然发现某个局小了，那漏就跟咱拍了个照片要截成正方形的图片一样，那漏多少咱就画多少，咱能看见多少就画多少。拐弯再蓬松。先画块啊，画完块之后再加细节，不要直接把那个边边的头发丝勾出来，先少留一点点，你哪怕涂的位置比我再短一点点，再单独加那个头发丝会比现在方便的多。如果直接画出来一定会画错，你们可以试一下啊。可以试一些。当然，要是这一步非得用拉线笔嘛，你们用那个雏菊笔去叠加也是没问题的，好不好？用雏菊笔也是没有问题的。最后一天了，大家都了解，所以陆老师也就不避讳，就在这讲。以后比较吵，咱就直接上楼上讲。看现在做出来，看边缘的是不是比较干净的？比较干净的，然后头发的厚度要有啊，要有，不要画的就是有高有低，不要画的就是太圆润，跟樱桃小丸子似的。现在就有一点这种比较慈祥。比较那个姐姐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要画的是温柔款的，对不对？要温柔一点的。所以说，在头发没有干之前，就是不照灯之前，咱现在开始把它周围的这些小卷卷给它画出来。比如说底下的这一部分，实际上它是有这种2个小卷儿，对不对？蓬松起来的，去把每一根头发这一组一组的头发给它描出来。不一定非得一模一样，但是基本的形态要有，也得大差不差。
上我身上有很多的东西，后座还有后备箱。中午吧，来看，同学们，看一下啊，重压笔，然后慢慢往外去抬，勾出来，看到没有？就这样去勾，是不是就有了？很简单吧？有了这个基本的形态，我们去给它往外走头发的话就比较简单了。然后包括旁边，哎，这是怎么卷出来的？卷出去，然后也是重压由粗到细啊，头发由粗到细的这样去卷，分成几组？1组、2组。有了吗？然后这边也是，然后给它成组，一组一组去走，先做出这种三角，做出它的角，然后往这边去顺一下，待会儿通过加高光和加阴影，呈现这个头发的层次。这边1、2，看看。你看到吧？这就卷起来了啊。然后另外还有把后面的，然后旁边的，可以适当的画一点点小线条。手蹭。来，最后比较难的地方来了，注意，我们先去画头发啊，画头发，就是它的头发它是有刘海，它不是这种中分的，中分是为了中间能留出它一个这个额头的颜色。然后我们分成几组去画头发，头发呢，先来说中间，你看看这个宽度，咱不是有眉毛吗？它就在往这边走一个弧度过来，到眉毛的这个地方去停。看到没有？到眉毛的地方停，它是歪着头的，所以这边的头发要比这边的头发相对来说看起来要长一点点啊。所以说，先从中间，要画不好没关系，先去走细线，定出它这个每一组头发它的位置。然后这边又是一组，注意是弧线呈现。弧线不是这个直线啊，一定是弧线。所有的头发，你看位置它都是一个扇形一样打开的，它不是平行的，是打开的。从一个点去，相当于我们拽着一簇毛，这个地方拽住了，底下如果散开的话，它是炸开的，那都是往一个点去聚拢的啊，往一个点去聚拢的。好了。基本的这个位置，你看现在看一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差了不多？差了不多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来把每一组的头发开始加粗。粗的话一定是先粗着过来，到慢慢到结尾的时候变瘦的啊，慢慢变瘦的，不要画的太尖。注意间距啊，头发中间留白，它这个也是由粗到细慢慢细上去的，千万不要就是很粗啊，就是很平行，就这种不要这样的，一定是有一个细的地方慢慢延伸出来，然后走出它的一个小扇形的感觉。我得拿近一点，我有点看不清了，现在就拿近一点点去看。得用咱们的笔尖去控制，然后由粗有细到粗再到细的感觉。
2片头发是不是就有了？再画啊，再画，这个太齐了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要多画出几组，多画几组。这边也是直接由粗到细过来，由粗到细过来。然后另外它的整个点啊，整个高点最高两边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千万不要画的这个高点的位置是一致的，就是白色这个肤色顶端是越来越往下，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的，别画的一边高，好吧？这边这里也是弧线，同学们，头发一律都是成弧线，不要换成直的，不要直着就出现了啊！马上这就完成了，同学们加油，加油，坚持住！看看，对吧？是不是就要接近最后了？看出来吗？嘴巴还没画啊，嘴巴没画，先把其他主要的这些都描上。然后你看，基本上面部的颜色呀，头发的纹路呀，然后它的整体形态呀，都就有了。剩下的咱们就给它做细节就可以了，做细节就好。细节怎么做呀？细节就是比如说要勾线呀，画面部的阴影，画花儿、画草啊，叶子啊，叶子可能这个就画不开了，也可能能画能不画的没关系。先去把这一层，至少到现在来说，我们画好的地方先去照灯。耳朵这个细节有点浅了，再加粗一下。小灯，黑色多照会儿灯，深色多照灯，因为它那个黑色本身是很不容易照干的，也容易有浮胶，所以大家平常这个整甲涂黑色的话，比其他颜色要多照会儿灯啊，包括彩绘胶，彩绘胶是不可能做的像白色甲绘胶那么粘稠的，因为到了那种程度的话是照不干的，是照不干的。所以说你们看到的黑色彩绘胶都会有一点怎么感觉稍微有点透的那种感觉呢？是对的啊，是对的。这个画好之后，我们去增加一些面部的细节，先画阴影吧，面部的阴影。来，腮红怎么画？以后大家画会经常用到这个程度。你看我用的就是这个透粉色啊，透粉色是半透的颜色。然后拿这个颜色呢，咱们来看，拿拉线笔去取，比如说它的鼻尖地方是有一点点这种颜色带的，高光待会儿再说，咱先把这个颜色加上，点上去，先点到对应的位置，然后眼睛的周围会有一点点。那面部会有一点点，咱知道有一个叫
叫什么无效化妆，是不是？就是咱只是打个粉底。画个眼线就出门，无效化妆。其实这个也是一样，如果只是简单的，就是有个底色，加上这些，可能效果会差。但是加上阴影，加上高光，再加上各种颜色，哎，它的层次一出来，好像就要这个人物就更立体写实一点点，是不是？脖子底下所有阴影部分都用这个腮红去表示，肤色的阴影都用红这个表示，然后衣服的阴影用对应颜色的深色去表示，填上去。好了，你看加好之后，来把笔擦干净，擦干净之后，边缘我们给它进行淡化就好，拿拉线笔给它做出一个腮红渐变的效果，做出渐变效果。那我这个胶涂多了怎么办？胶涂多了，把这个笔这么勾一下，然后擦掉多余的胶。边缘一定要淡化，没有笔痕啊，做出很干净的感觉。你用实色胶是因为这个涂色胶相对来说会好做一点点，能看出来吗？有点太红了，这是去掉一部分。注意，大家在做这种渐变，看好哪里是深色区，哪里是浅色区。你别就是画着画着结果全成了深色，或者都一个颜色，那就不好了，好吧？都一个颜色就不好了啊！注意它的深色浅色的对比。那个小哥，你先坐一下，你别在这儿来回转悠，我难受。本来我这看到我这个眼睛就花，完了你在旁边过来过去，直接给他打回去了。笔呢，有时候可以蘸点底胶啊，蘸点底胶就给它刻画一下也没问题。可以蘸一点点底胶，做的会干净一点。嘴巴呢，待会儿会加重一下它的这个嘴唇的红色，虽然说被花挡住了，但是该有的地方咱们还是要有的。看一下现在是不是那种感觉就有了，对不对？然后把衣服呀这些阴影部分全部加上，把衣服的阴影也加上。衣服的阴影这些直接用实色去表示就好，边缘要整齐，因为光影的变化，如果你东西是实的，那么出来的影子边缘也是实的。这个基本上可以。还有这个的深色，是应该加棕，不应该加黑，应该加点棕。好像我们要完成了，噔噔，最后勾线，先涂一层加护胶再勾线吧。然后还有花的话，咱就这个就好画的多了啊。但是这个线条勾框对咱们来说可能难度会大一点。然后黄色胶和红色胶去调，坚持到最后，同学们，咱这多长时间？1个小时，连讲带画带说，然后你看1个小时能弄完，你们就自己再画2次，画上。多画一会儿的话，可能不是这个练一练，画的比这个要快的啊。
嘴巴用彩绘胶调一个偏橘黄色一点点的颜色，先画外层的花瓣，或者说你们直接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直接拿黄色彩绘胶，就跟咱们做腮红一样，我直接拿黄色彩绘胶我去画花，画完用透一点的红，还是刚刚那个腮红色，或者说是调一点这个去加深也可以，都可以的啊，大家自行决定，好吧？来看看到现在。看起来很多东西就得一步一步来啊，注意它的花瓣的大小，整个花往哪儿去聚拢，对吧？我们其实可以远大近小，然后后面呢可能只有1层2层，但是再往这边右侧的这些花可能就需要好多层了。第1层照灯，照灯之后叠加第2层，第2层就用橙色去表示，一般2层多就可以了，稍微照10秒钟，然后在第1层花瓣的穿插部分做叠加。这个用这个画，待会儿还要描黑框啊，描黑框，所以大家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意思就行。因为花瓣呢，你不能说全部涂成一片，然后待会儿也是该走的这个花瓣形态也是要走，只不过最后因为加黑线之后，它的具体颜色深浅意义就不会特别的大。画心的地方用一个这个加点白色进去，调的浅黄、鹅黄一点点，提亮一下啊，中间提一个鹅黄色。就是淡黄色一点点，画心的地方做一个椭圆，做一个椭圆，然后照灯，照灯之后，整体整个人物全部去加黑描黑线，包括头发丝上的这些黑线都要有的，好吧？都要有的。莫娜问的那个问题可以的，莫娜问的那题可以的，假胶10块左右一瓶是可没问题。贵的一般都在正常售卖价格都是15左右一个。头发用纯黑色了啊，因为头发比较暗了，再用这个浅一点的可能看不出来。然后在每一根头发丝上，我们做一些细一点的小细纹路。注意走弧度，不要拉直线。比如说到后缘头发是圆过来的，那么这边的这个线也是要是一条弧线。画一根头发丝。顺着你那一组头发的那个角度去找啊，不要这个瞎画。它往这边弯，咱就往这边这个走线条；然后这边往这边弯，咱就往这边去走这个竖线。画着画你们就放弃，哇，怎么这么难？你看这个画到途中掌握好了这个比例之后，再怎么画，它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但至少基本上是错不了，对不对？基本上是错不了啊。好了，描勾边，勾个边，耳朵再去给它细画边缘，做干净。这些勾的边边框框一定要干干净净的，不要有棱有角的。
个叶子画不上，咱不画了啊。你们如果有空的话，自己再去把那个叶子加上去，好吧？自己再把叶子加上去。这是衣服的这个肩膀的地方。好了，最后还剩小花，画完整个这个就算是完成了啊，同学们，就算完成了，把小花的纹路给它勾点扣点小花瓣就可以。花瓣好看吗？你能看见吗？好看。多复杂，画个这个，看起来好像好简单的样子。把这个阴影叠加，这个卧蚕还没给它画出来。看不清了，我已经。到后来为啥有时候我画就毛刺，我看不见了，同学们。最好是用棕色去画花瓣的周围，用黑色的话稍微有点重了颜色。你看我这个黑色有点重了啊，我就是这么来几朵吧。调灯，完了这画的这么漂亮，最后再毁在花上就坏了。擦一下，这么安静，我为啥看不到？的消息。再把花瓣给它加重一下，提亮一点，别太暗，不然整个这个地方太花了。调灯调完了之后再稍微提亮一下，那么这个就完成了，这个就完成了，同学们。把卧蚕的地方再稍微给它加重一点点，就是下面这儿。大家画到哪一步了？照灯，最后加花瓣，加重一下下。好了，照灯，涂加护胶，做完这一层照灯，完全照干之后，涂加护胶，然后封层就可以了。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几乎还没怎么擦过。你说说，咱这今天还可以啊。好了，涂加护胶，甲面不平整的一层加护胶就解决掉了。看一下，
今天因为是属于一个实操课，所以说从头到尾带领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做一下这个图片，就不是说哎我今天课只能去画一个，因为理论昨天都给大家带过了，而且基本的那个各个角度的手、眼、鼻也跟大家说过，咱们今天就是加一个用，加一个用啊。照灯，你看一下多好。然后另外这个眼睛的大小，每个人画的会不太一样。就基本上来说就是刚开始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我们之前在学校去素描，那么一桌一教室的人，那个谁画一个那个模像，那个就是那种大 V 啊，就那种啊石膏像的时候，谁画的就会偏向于谁的脸型，就很奇怪。所以说之后我一直跟大家说，一般来说谁画的画会像谁，你们好好画，千万别画丑了。你们觉得自己多好看就得往多好看去画。封存一下啊。这是咱们最终完成的小人物。待会儿给你拍个照发群里去。然后这个就是你们视频中我看见，刚刚我放大看了一下，比这个实际上颜色要白很多，要白一些，色调有点不太对，可能是开美颜美白的。检查没有小颗粒，找的挺好。可以啊，行了，大家去试试。然后你们在看完这节课程之后，最好是跟着去走一个作业。